人民币2.0时代来了，美元慌什么？关税战背后的秘密是什么？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超级重磅的话题：人民币到底怎么了？最近网上有不少朋友在担心，美国又要加关税了，这下我们是不是得让人民币贬值来刺激出口了？这种想法听起来好像是挺有道理的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思路已经是老黄历了。这种思路还停留在2015年之前的思维方式，咱们得跟上时代的节奏啊！接下来呢，我就带大家一起用最简单的方式，看看人民币已经悄悄进入了2.0时代到底是什么，以及为什么我们看好人民币的未来。咱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干货。我们先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，你知道2015年对人民币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一年真的是太关键了，因为就是从这一年开始，人民币实际上和美元脱钩了。你没听错，是脱钩了。咱们不再简单的追着美元跑，而是改为和一篮子货币挂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打个比方，以前我们只看着美元的脸色，美元涨我们就跟着调整，美元跌我们也要跟着调整。但是呢，从2015年开始，我们关心的是对一堆主要货币的综合表现，比如欧元、日元、英镑，这些都考虑进去了。给大家看个数据，有个东西叫做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，这才是判断人民币真实价值的重要指标，而不是简单的盯着美元和人民币汇率。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指数从2015年到现在的表现，很稳定，对不对？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人民币的真实购买实力其实一直挺稳定的。除了汇率制度变了，2015年还发生了哪些大事呢？我给大家列几条。第一，这一年我们开始明显减少持有的美债，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增长率下滑的拐点，一带一路正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，中国制造2025年10年规划正式发布，美国国债开始进入历史性大低。你看看这些是连在一起，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不就是国家在战略层面大转变吗？这可不是小打小闹。说白了，2015年标志着什么？标志着以美元为基础的那个全球化时代开始落幕了，世界正式从旧的货币游戏规则中过渡到新的游戏规则，而这个过程中呢，肯定是乱糟糟的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我知道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，大家有点懵，对吧？那我就打个比方，想象一下，全球经济是个大型网游，过去30年，美国是游戏的策划者，所有人都得按他设定的规则玩，但是游戏要改版了，新的玩家，比如咱们中国，有了更多的发言权，可以一起制定新规则。人民币1.0时代是什么样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咱们出口便宜货到美国，赚到美元，再用美元买美国国债，美国印钱，中国生产。这个模式呢，让美国爽到了起飞，躺着享受金融霸权和便宜的商品，而咱们呢，也获得了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。但这种关系说白了就是不太平等，而且长久不了。那人民币2.0时代又是什么呢？人民币跟一篮子货币挂钩，不再只盯着美元，不光跟美国做生意，更重视和全世界做生意，拿着外汇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资源，推动能源和矿产贸易用人民币结算，不再一门子心思买美债，而是增持黄金等硬通货。大家感受到了吗？这就是从帮美国打工到自己做主人的转变。那问题来了，美国为什么这么喜欢打关税战呢？真的是为打压中国制造吗？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肯定不是。关税战背后的真相是什么？美国缺钱，急需筹资填窟窿。美国现在面临2个大窟窿，一个是给大企业减税造成的财政窟窿，一个是美元超发造成的美债窟窿。给你看个有意思的时间线，2017年1月特朗普上来后，咱们其实一度增加了美债购买量，但
就是想表示一下善意，希望美国别打关税战。结果呢，2018年6月，美国出尔反尔，在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说不打贸易战后没几天，美国又宣布要对中国商品增加关税。这下咱们看明白了，不管怎么配合，美国都要收这笔税，因为他们真正的目的不是打压中国，而是筹钱。你看，为什么特朗普喜欢搞关税，拜登喜欢搞制裁？因为他们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，没法从美国大企业那里收到足够的税。美国的税收大头是个人所得税，不是企业税，这合理吗？那些跨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，却一个个精通避税，美国政府只能另想办法了。特朗普的选择是通过关税从普通美国消费者口袋里掏钱，听起来是打击中国，实际上加征的关税最终都是美国老百姓买单。这让我想起了大明王朝1566里的一段话：我大明拥有四海，上使朝廷节用以爱人，何至于今日之国库亏空，上下挥霍无度，便掠之于民，民变在即，便掠之于商。这关税战不就是现代版的掠之于民吗？美国政府不敢说大企业的税，就只能从老百姓的兜里掏钱。我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会问，美国债务那么高，会不会崩溃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但在问之前，咱们要先了解清楚美元的发行机制。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，就像你贷款买房一样，银行看你未来还能赚钱，就把你未来几十年的收入套现，让你现在就能买房。美元也是这个道理，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国债，把未来的税收收入套现出来，用于当前的支出。只不过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发行国债的美国财政部和负责兜底的美联储都是他们自己人。想想看，如果银行是你家开的，你还怕贷款批不下来吗？但问题在哪呢？问题在于美元是全球通用的，这意味着美元的发行量必须远超美国本土需求。说白了，全世界都在用美元，美国就得不断印钱来满足这个需求。可美国的信用背书却主要靠美国一个国家的税收和经济来支撑，这就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。我再打个比方，你家餐厅只有10张桌子，但突然有100人来吃饭，怎么办？你可以临时多做几个菜，但是厨房就那么大，做多了质量肯定会下降。美元也是这样，超发了，购买力就下降了。美国想解决这个问题，主要有3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加息缩表，保持美元的高位，但这样会导致美国的经济衰退更严重；第二，降息扩表，让美元贬值，这能稳住美国经济，但大量的资金可能会外流，甚至可能引发美元、美债、美股、美国房地产4连跌。第三，维持高利率，同时扩表。这听起来很矛盾是吧？这会让美国进入长期通缩，无论哪种选择都没好果子吃。你看，他们现在就是这样进入进退两难。既然美元超发这么严重，为什么美元指数还保持强势呢？因为美元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，制造流动性堰塞湖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美国通过各种手段把全球的美元都吸引到美国本土，形成一个巨大的资金池。这个堰塞湖里不光有美国自己印的钱，还包括中国房地产调整后外流的资本，日元贬值导致外流的日本资本，俄乌冲突后逃离的欧洲资本。难怪美股涨得这么疯狂，这就像所有的水都往一个水池里流，水质肯定会溢出来。但这种情况下很危险，一旦美国被迫降息，这个堰塞湖的水就会决堤，大量资金可能会流向其他市场，包括中国。美国为了防止这种情况，想了很多的办法，鼓吹美国股市泡沫，
炒作虚拟货币，还有引导资金流入黄金。为什么允许资金流入黄金呢？因为美国自己是最大的黄金持有国，而比特币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当蓄水池，吸收那些不想让他们流向中国的美元。瞧瞧，多聪明的招数！但问题是，这种做法能持久吗？说了这么多美国的问题，那咱们的人民币 2.0 时代核心逻辑是什么呢？咱们的机会又在哪里呢？首先呢，我要强调一个观点，内债不是债，内债是税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内部债务本质上是一种税收机制，只要税收体制完善，依靠债务拉动经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。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是分税制的技术问题，也就是如何协调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，这在体制内是可以解决的。和美国那种根本性的税收结构问题不同，你看中国的优势在哪呢？大量关键企业是公有的，他们的收入可以直接纳入国库，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，也是人民币 2.0 时代的重要基础。人民币 2.0 时代几个关键特点是什么呢？货币锚的多元化，不再过度依赖美元外汇储备作为唯一的信用基础，而是以一篮子货币和实物资产为锚，这就像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个道理，更安全了。积极推动以多极世界的贸易往来，不再主要依赖中美贸易，特别是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投资和贸易。能源和矿产的战略，推动人民币与大宗商品，特别是能源和矿产的挂钩，这是未来全球货币竞争的重要支撑点。减少美债的持有，增加黄金等实物资产的储备比例。你看最近几年全球央行都在疯狂的买黄金，这背后是什么玄机呢？你懂的。如果美元真的开始大幅贬值，那些被堵在美国的资金迟早会找出路，到时候很可能会把大量的资金流入中国市场。咱们只要把自己的经济基本盘做好了，就能在未来的全球资金再平衡中获益。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美国加关税，我们需要贬值人民币来应对吗？答案很明显，完全没必要。为什么？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人民币现在是和一篮子货币挂钩了，不再单纯跟美元走，只要其他货币也受关税影响，人民币就没必要单独贬值。第二，中国早已不再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，美国主要是从墨西哥、加拿大等国进口。如果美国对所有国家都加关税，那么中国产品的相对竞争力其实没有变。第三，我们更看重的是全球多边贸易，而不是对美双边贸易。美国的影响力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，中国完全可以扩展其他市场。第四，如果美元和美股继续高涨，美国资本就根本不会投资制造业。想想看，英伟达股票2年涨10倍，哪个制造业企业能做到呢？所以美国想通过关税恢复制造业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说到底，人民币 2.0 时代已经开启，咱们不再是单纯的美国廉价商品供应基地，我们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战略目标。关税战对我们的影响远没有以前那么大了。最后，我想聊聊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。真正的大国博弈比我们想象的重要的多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中国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期。从2015年开始的战略调整，为我们赢得了更多的自主空间和发展机会。美元的全球化地位正在受到挑战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启了减持美债，增加黄金和其他实物资产，这个趋势在未来会继续加强。而对于中国来说人民币 2.0 时代才刚刚开始，未来的发展将更加的自主，更加多元化，也更加稳定。即便面对美国的关税战和制裁，中国的经济韧性也足以应对。所以别再用2015年前的老思路看待今天的世界，扔掉那些过时的观念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中国选择了更加稳健、更加长远的发展路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人民币的未来如此看好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
有收获，别忘了点赞跟关注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